你们这是干什么？星辰姐怎么可能是商业间谍啊？对啊，你们是不是弄错了？老板怎么可能会查星辰姐呢？哎呀，行了，金秘书，我黄涛以总裁办所有人的人格做担保，聂秘书肯定不会出卖公司的。聂秘书是除严总外唯一接触过完整策划案的人，我只是例行公事而已。稍后我也会请大家来配合调查的。聂秘书，请吧。大家别担心，我也想尽快查出那个窃取策划案的人。聂秘书，如果你对以上的内容没有异议的话，请签个字。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请您稍等片刻，我们要先向严总汇报。真正能在京海施展拳脚的，还得是我们这些根基扎实的本土企业。刘总，这是什么意思？很快你就知道了。哟，严总，原来他是这个意思，我早该想到了。早该想到什么？严总，怎么不回答我？现在说实话，反而会解释不清。我应该准备2套方案来应对突发的情况。有2套方案，结果也会是一样的。为什么？那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地想回总裁办？为了你啊。聂秘书好眼界，我差点就相信你了。什么意思？你根本就是打着喜欢我的名义接近我的商业间谍。商业间谍？你说我？或者你快复述一下，在意向会那天，你跟旭辉的刘总说了什么？如果我现在说，我只是跟他打个招呼，你应该也不会相信吧？我只相信亲眼所见和正常逻辑推理出来的结果。但推理并不等于证据。既然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我就是偷策划案的人，那么我有权为自己争取时间，自证清白。在恒记和旭辉正式签约之前，我会尽力挽回合作计划。就凭你？就凭我。好，5天，我就给你5天时间。如果你完成不了，我主动辞职。黄主任，我要请几天假。聂秘书，我们大家都相信你是无辜的，只要上面查清楚了，自然一切都会回归原样的。你可千万别自暴自弃啊！对啊，星辰姐，我们大家都站在你这边。你们放心，我没有做过的事，没有人可以诬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相信聂秘书，他能够说到做到。你好，我是伯爵集团总裁办的聂星辰，我有重要的事要找廖总。请问您预约了吗？没有。不好意思啊，聂小姐，没有预约，我不能让您进去啊。那我在那边等他可以吗？好的。
廖总，廖总，不好意思啊，廖总现在不方便。没有人能让我输，除非我自己不想赢。严总，技术部那边刚才传来消息，他们恢复了聂秘书的邮件历史记录，发现他的电脑确实往外发送过策划案。知道了。是否需要采取措施？这件事你不用管了，我会亲自处理。是。明天需要帮您约见谢行长吗？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找银行贷款？公司大部分资金已经投入到了恒记这个项目，如果不能及时补足这个漏洞，有可能会造成资金周转困难。我父亲从小教我的第一课，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已经通知美国总部，近期会有一笔资金抽调过来，暂时弥补恒记项目的资金缺口。金秘书，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你可以提前下班了。是。聂小姐，聂小姐，聂小姐，已经10点了，您看您是……那廖总呢？廖总已经从专用通道离开了，他让我转告您，这次恒记已经选定了签约对象，只能期待下次再和贵公司合作了。还有，您明天不用过来了，他是不会见您的。看来真是做贼心虚啊。
哎，你好，小姐，有事儿吗？我来找一个朋友。哦，几栋几单元的？那我请问一下，恒记地产的廖志高廖总是住这边吗？您是干什么的？他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我想过来拜访一下他。抱歉啊，我们这个是有明文规定的，不能随便放人进去。要不这样，你让廖总出来接您，或者让廖总给我们来个电话，我就放您进去。行。确实住这儿。我倒要看看，你要躲到什么时候？哎呀，渴死我了！阿姨，这是我的水。哎，阿姨，你管谁叫阿姨呢？我才23。您是这边的住户吗？不是，我家不住在这儿，住城东的鹤山。那你到这边来？是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这是哪儿啊？阿姨，我正好去鹤山，我顺路送您过去吧。真的吗？我要回家了，我爱人回来，我得给他做饭呢。哎呦，您怎么自己跑出来了？这是你们的住户吗？好像走丢了。是的，是我们小区的。要不这样，麻烦您帮我照料一会儿，我打个电话给他家里人出来接他。行，麻烦了。这到底是哪儿啊？这不是鹤山，不是鹤山，这不是鹤山呢。这到底是哪儿啊？我们还要多久啊？都来不及了。很快的，车马上就来了。一会儿咱们打车回去，肯定能赶上你老公下班的。你看这个汉堡，咱们一会儿都带回去，你爱人下班就能吃到了。都带回去。您家的具体住址，您还能记得吗？当然记得，我们家在城东鹤山梧桐路第2个交叉路口右转，第1栋房子就是。云华，你是谁啊？我是志高啊。你看看我，你是志高啊？你怎么就下班了？我还没做饭呢。你看你，又忘了，今天轮到我。今天小刘做，他做。廖总，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出门啊，一定要带着小刘，而且看好他，别让他丢了。不然他会着急的，知道吗？他着急，我也着急啊。知道吗？啊，哎，乖，苹果要吗？不要了，我想睡觉。睡觉了？行，来，咱们睡觉，慢点，慢点。小陈啊，把太太扶进去。好嘞，太太。慢点啊。哎呦，不好意思啊，来，坐。哎呀，聂小姐，今天太感谢你了。没事，我也是刚巧碰到。我冒昧的问一下，夫人她这是？
儿子海默症，快5年了。今天早上阿姨陪他去散步，可一转眼人就不见了。要不是碰到你，今天还真不知道他会跑到哪里去呢。我听夫人说，他要去城东的鹤山。鹤山。我们第一个家就在鹤山。那应该是那段时间他过得很幸福，所以才会一直恋恋不忘吧。哎呀，怎么说呢？其实那段时间是我们过得最苦的日子。我太太原来是一个殷实家庭长大的小姐，可没想到看上了我这个穷小子。结婚之后呢，就跟我住进了过去的老房子，日常操持家务，照顾家人。那时候我们真没什么钱，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听着广播，在星空下面跳跳舞。自从他得病之后，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也不怎么认人了，但好像一直记得我们的老房子。哎呀，聂小姐，今天这个事儿呢，于私来讲，我十分感激你。但我觉得，公事就是公事。既然我们恒记已经和旭辉达成了口头协议，应该不会中途没有缘故的变卦。廖总，我们公司是非常有诚意来拿下这块地的。其实，严总昨天之所以没有尽力争取，是因为我们的策划案被旭辉剽窃了。你的意思是？没错，旭辉的策划案和我们公司的策划案一模一样。廖总，这种窃取别家公司机密、没有信用、没有底线的公司，您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吧。那你有证据证明吗？暂时还没有。哎呀，小姑娘，我总不能因为听了你的一面之词，就撤销这么大的决定吧？我知道，廖总，但是聂小姐，你放心，我相信，即便你今天没有说服我，你男朋友不会把这个责任推到你身上去的。还有啊，我很喜欢你们俩跳舞的感觉。那天你们结婚，记得一定要邀请我。廖总，我真的不是。对不起啊，我得上去陪我太太了。谢谢。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带您进入正片内容。我们家在城东鹤山梧桐路第2个交叉路口右转，第1栋房子就是。在土地范围转让内。严总，还有事儿？聂秘书今天没有来上班，黄主任说他请假了。我是觉得这事儿……你觉得他畏罪潜逃了？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现在公司里风言风语，这件事如果一直拖着不处理，不管是对公司还是对聂秘书本人，影响都不好。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喂，你今天没有来公司啊？你答应了给我5天时间的。昨天技术部门恢复了你的邮件历史记录，确定你曾经往外发送过策划案。所以你改变主意了，想直接定我的罪？你这种随意揣测他人心理的行为显得并不聪明，特别是在猜错的情况下。既然不是定罪，那你想干什么？我想知道你的全部计划。你不会告诉我，昨天言之凿凿、胸有成竹的聂秘书，根本就没有计划？有啊，我的计划就是边走边看。你在哪儿？鹤山。这个地儿，你在那儿？严总，既然你不打算收回承诺，那我希望在这5天内，你不要管我做什么，我自己会看着办。如果你是怕我逃跑的话，我可以提醒你，你手机里有我的共享位置。就这样。这是跟老板讲话的态度吗？严景志，我给你打了几10通电话，你为什么不接？我手机没信号，也没电了。所以呢，你一个人发什么神经，跑到这荒郊野岭的鬼地方？这是廖总的第1栋房子，我想在这儿或许能找到让他回心转意的办法。谁跟你说的？直觉。你怎么冒雨来找我？我怕你有危险，公司还得为你的愚蠢买单。你出门不看天气预报的吗？一大早就出门，哪有时间看？你说什么？我说我们走吧，你车停在哪儿？那个路况不好，车胎不好。那你叫拖车了吗？
你觉得呢？现在也打不到车了，今晚只能在这里将就一下。叶星辰，你要是能够聪明一点、谨慎一点，我们就不至于落到这种地步。我以为你只是学历不够，没想到你还是这么粗心大意、马虎。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我了，要不一会儿又低血糖。大衣要不你先脱了吧，都湿了，一会儿该感冒了。你想干嘛？虽然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你不要想对我做些什么，否则我跟你立刻解除合约，明天就开除你。那薯条呢？你吃吧，一会儿低血糖我可扛不动你。坐。其实我今天才知道，那个很会跳探戈的廖夫人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就算廖总站在他面前，他也记不起来了，就像你不记得我一样。其实我也犹豫过，如果你一直想不起我，讨厌我，那我陪着你的意义是什么呢？感动我自己吗？但我今天见了廖总，我才知道，付出不一定有结果，也不是每一件事都要有意义。叶星辰，怎么？有点感动是不是？是不是有点爱上我？我只是想问你，我们之前是不是一起拍过照片？你想起来了？只是一些片段。你钱包带了吗？如今是怎道扬镳的关键词，我们该不该相信彼此，保留最后当初最真挚你之前为什么不拿照片证明我们的事情？开始是忘了，后来想起来了，觉得一张照片也没什么意义。毕竟你也不会因为一张照片就喜欢上我。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外面雨好像小一些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要不然在郊区还能看到星星。我发实时定位给你，你按照定位来接我们。
早。我把定位发给司机了，他待会儿来接我们，我们可以先往大路上走。这里好美啊！我现在可以知道你的全部计划了吧？据我所知，公司买下这块地是想打造一个集旅游、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旅游度假区。是，鹤山的生态环境很好，旅游资源很丰富。离这里不远就有一个梅湖，风景秀美，很少有人知道。或许这里可以成为旅游区的一个恋爱打卡地。你是说，有什么比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更能打动人心的呢？你想重新做一份策划案？策划案只是几张纸，远不如亲眼所见来得更震撼。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抓紧时间把这里重新修缮一下。可以，但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修缮的事情只能你亲自跟进。没问题。那如果这样依然没有打动廖志高呢？愿赌服输，我替整件事负责。这个是赌上你在业界的名声。我相信我会赢，就跟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记起我一样。我拭目以待，希望你别让我失望。廖总，我们签字吧。等一下，严总，你什么意思啊？我带来一份新的策划案，请廖总看一看。严总，廖总已经答应将土地转让给旭辉，你就是再想要这块土地，也得讲究先来后到吧。既然还没有签约，廖总就有权利随时改变主意。我们这份策划案诚意满满，廖总看过之后再做决定。严景之，你还讲不讲商场规矩了？刘总现在懂得讲规矩了。这个白纸黑字可以被人用手段盗窃，可是我们的诚意别人偷不走。我想请廖总跟我去一个地方，
亲眼见证我们的诚意。如果到时候廖总不满意，可以回来继续签约。哎呀，我们现在鹤山梧桐路。梧桐路。廖总，刘总，不好意思啊，我觉得呢，严总说的也对，我在签约之前有改变主意的权利。不过你放心，我就去看看，啊，你说的不合适吧，廖总？云华，志高，你怎么在这儿？啊？是他们带我过来的。抱歉，廖总，没经过您同意就把廖夫人接出来了。我上次听廖夫人说起这个房子，似乎很怀念。这就是你们新的策划？是的，上次我听过您和夫人的故事以后，深受感动，我就来这里考察了一番，发现这座老房子左临梅湖，右靠玉山，处于鹤山的中心地带。我们严总得知以后，决定将这里建成旅游区的一个爱情打卡地。我们相信，以后凡是来旅游的情侣都会很想来看一看这个充满浪漫和感动的地方。以后您和夫人也可以经常过来，回忆你们的过去。你们真的愿意保留这儿？我们已经这么做了，不是吗？合作愉快，加油！星辰姐，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聂秘书，我得好好的批评批评你啊！你做个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害得我天天为你操心。你看我这白头发又多了好几根，请我瓶焗油膏啊！聂秘书，这一次干得漂亮。也要谢谢严总给的机会，这些天我不在公司，辛苦你了。都是分内的事，你的电脑待会儿我会让技术部的人送过来。好，谢谢。好了好了，大家赶紧工作吧啊！你欠我一瓶焗油膏。知道了。聂秘书，这段时间辛苦了，你回去早点休息吧。我没事。聂星辰，对不起，这段时间误会你了。你是说哪一件事？你误会我的可多了。说你骚扰我的事。那你承认我是你女朋友了？我只是确认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但是我们要不要继续在一起，我还要再考虑一下。如果你是想分手的话，我现在就拒绝。你又没有喜欢的人，你为什么不能和我继续在一起呢？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你先下班吧。
喜欢的人。赵月凤，你干嘛？想什么呀？这么想我的吗？我也想你。哇，不错嘛。哎，房子挺好的呀，豪宅呀。严景志在失忆之前，也算是干了一件正经事儿啊。房子不错。不打一声招呼你就过来干嘛？咱们俩是那种要打招呼的关系吗？不是，我都跟你说了，严景志就住在隔壁，被他发现我不就完了吗？行了行了，不是没发现吗？我给你庆个功，好像偷情一样。庆什么功啊？庆祝你以一己之力摆平了恒记的项，不愧是我选中的人，厉害。我这事儿不是还没报公司呢，你怎么知道？下班的时候碰见黄主任了，他那张嘴，怪不得呢。我给你准备了酒，还有吃的，咱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想得美，我可以不归，你还是要归的。无所谓。哎呦，严景志对这个身份不明、像跟踪狂的邻居，也就是你，产生了好感。你说谁跟踪狂呢？那我问你啊，如果现在出现了一个对你的习惯和爱好分外了解的人，你敢说你对他不好奇、不心动？不可能。哎，不过他连我的脸都没见过，他就说对我似曾相识。万一我长得很丑呢？哇，叶星人，你现在疯起来，连你自己的醋都吃啊！哎，你最喜欢的白桃味。哎呀，我的天哪，这又是谁啊？别说话，别说话，都别说话！你干嘛？干嘛？赵月凤，赵……哎，你好，午夜。哦，好。午夜是吧？走开！大哥进来说。哎，好好好。会吵到邻居。有什么事吗？哎，你好，我是那个物业的工作人员。现在我们小区的业委会正选举成员，希望咱们每个业主进行投票。这是选举名单，您看一下。哎，B。这些我都不认识啊。没关系，凭感觉随便勾一个就行。啊。哎，谢谢您的配合，祝您生活愉快。大哥，说得好，一起来吃点。啊，不了不了，您慢吃啊。哎，不打扰了啊。哎，大哥，把门带上啊。哎，好。哎呀，来，放手！我让你开门了吗？啊？哎呀，把物业晾在外面不好吧？何况他只是个物业。来，进来。怎么样？看到什么？屋里确实有一位先生在。我进去之前，俩人应该在吃烧烤，喝着那个瑞友微醺。大晚上的跟个男人在家里喝酒，他想干什么？严总，我还看到那位先生在喂那个女士吃东西，这或许俩人是男女朋友关系。严女士，
出去把门带上。好，好嘞。行啊，都10点了，赶紧回家吧，别在这儿赖着了。要不要给你找代驾？你家这么大，我睡客房不行啊？行，沙发、地板、厕所自选啊。不会又是物业吧？你别再跟我说话。严谨之，严谨之说你不在家，别装了，我知道你在家。走，这边，进去，别出来。严先生，这么晚了，有事吗？有。那我们明天再说吧。你每天都敷面膜，过敏有这么严重吗？我皮肤不好，习惯了。你每天早出晚归，是为了躲我？我躲你干嘛？因为你一直都在骗我。我骗你什么了？我去过亚太科技，你根本就不是那里的职员。这事儿啊，我辞职了。这么巧，就在我送你去上班的那天。对啊，我就是那天去辞职的。你当我傻呀？Coco 也是个假名字吧？严先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很晚了，明天再说吧。赵远芳，严谨之。聂星辰，严总，原来一直都是你呀！你听我解释啊！白天在公司当聂秘书，晚上回家当 Coco。你觉得你把我耍得团团转，很可笑是吧？不是这样的，要不是你示意，他也没必要这么做。原来他做了什么，你都一清二楚。你们两个一唱一和的很默契啊！你们干脆在一起好了，为什么要合起伙来算计我？你说的还是人话吗你？张伟芳，我别放开我！张伟芳，放开我！聂星辰，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抱得真紧。严谨之，哎呀，严谨之，你听我解释，不是那样的，景之。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先让他冷静一下呗。怎么会是这种情况下被发现呢？严谨之都失忆了，怎么还这么讨人厌啊？你刚才拦着我干嘛呀？怎么不让我教训他一下？我说你们俩是前世的冤家吗？怎么每次你一出现，我跟他就有问题？我上辈子可不是他这种人，别什么事儿都怪我。两个人真是一个比一个幼稚。行，回家，别跟着我啊！星辰，我衣服还在里边呢。好，你们两个呀，就知道欺负我啊！我记住了，我再也不来了。我跟你们说，你们求着我，我也不来了。你们记着啊，记着，记着，记着。破电梯这么慢。蓝牙已连接，
严景致，你听得到吗？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有意要骗你的，更不是想要耍着你玩。我知道，现在所有的理由都很苍白无力，我愿意用实际行动弥补我的过失。男人真难哄。你把这个做成资料，好的。送到那个星辰姐啊，走，星辰姐，星辰，怎么了？你看看，星辰姐，你怎么了？不是已经自证清白了吗？星辰姐的心情怎么还这么低啊？我猜会不会是需要老板在公司例会上通报，洗脱星辰姐的罪名，她才能重新开心起来呀？哎，小东西，这是你到公司以来说的最正确的一句话，你代表我们大家去跟老板说去。代表。接着啊，我看看。回去。哦。昨天跟恒记签约的消息发出去以后呢，市场反应非常热烈，公司的股票上涨了1.34美元，创造了近期的最大涨幅。所以我们决定趁热打铁，在旅游区的建设初期就进入营销期，迅速启动市场。旅游产业虽然投资规模大，战线很长，但它是朝阳产业，如果保护得好，我们可以一直利用。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做的不是一次性的生意，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我希望在建设初期就完成好基础服务和设施的建设，当然，生态环保设施的建设也是最重要的。旅游区的策划案和设计图做好了吗？已经初步完成了。看看。等什么？严总，这份跟之前拿给恒记的策划书不一样，这是旅游区的整体策划。我难道不清楚自己要看的是什么吗？我的意思是，聂秘书是不是已经不太适合再接触公司的核心机密了？刘总，你什么意思啊？商业间谍的事情现在还没有查清楚，我只是不希望我们策划部全体同仁辛苦加班做出来的东西，被有心之人泄露出去。刘总，你的消息太迟了。聂秘书，你可以出去了。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公司内部的会议你暂时不用参加。严总，赵总，我们都知道聂秘书曾经是你的得力干将，但现在还是要以整个公司的利益为先。赵总，不打扰各位开会了。继续。好的。严总，你这招过河拆桥是真漂亮，我自愧不如。你当然不如我，否则远达怎么可能会被我收购呢？我一直以为严总啊，只有生活中让人讨厌，但工作上确实无可指摘。但没想到你是真的公私不分。如果你是因为昨天晚上才任由星辰被人指责诬陷的话，
那你还不如直接开除他。赵总的手未免也伸得太长了吧？聂秘书是总裁办的人，我自己会看着办的，不劳您费心了。如果你能恢复记忆的话，那你一定会后悔。聂秘书，也许严总另有考量呢。什么考量啊？不就是解释一句话的事情吗？童心，你就少说2句。严总这次的所作所为确实让人难以理解。对吧？明明星辰姐在恒记这个项目上出了这么多力，结果被当成商业间谍，谁听了都会寒心的。少说2句吧。我说的也没错呀，开会开到一半被赶出来，公司里面的谣言不知道会传成什么样子呢。星辰姐，你去哪儿啊？严总在吗？在啊。哎，聂秘书，聂秘书，谢秘书，没事，你去帮我泡一杯咖啡。是。你来找我，就是来问我为什么没有帮你解释的事。我每天起早贪黑，好不容易拿下恒记的项目，你为什么一句都不肯问我解释呢？为什么？这件事在我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没必要替你解释。我知道你就是想开除我，我现在做什么都是没用的。聂秘书，我不希望今天的事情再发生。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专业，不知道什么是自控能力的话，你可以去跟金秘书学一下。我不希望你把个人的情绪带到公司中。是谁把个人情绪带到公司中了？好，我不用你再费尽心思找机会开除我。明我现在就签，开除我的理由随便你写。好，东西我替你收着，但是你人不能走。为什么？你做我秘书期间掌握了太多重要的文件。我可以签保密合同。在恒记的事情没有定论之前，我必须要给全公司的股东一个交代。你必须要接受公司内部最严格的审查。我知道，就是想让我背锅嘛。好，没问题，我等着。严总，恒记这个项目最后是聂秘书拿下的，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他不是商业间谍吗？那谁又会知道他是不是想逃脱法律制裁？在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我保留我的怀疑。明白。喂，远方。不用了，你不用过来看我了，我没事，我自己会看着办的。那先这样。聂秘书，找你半天了，有事吗？不介意聊聊吧？你之后有什么打算？能有什么打算？一盆污水泼下来，名声都臭了。青海应该没我的立足之地了吧？我回青海虽然不久，但是也认识了一些朋友，我可以帮你推荐看看。你相信我不是商业间谍？虽然认识不久，但是我相信你的人品。连你都相信我，我为严总兢兢业业工作这么久，他却不相信，真是可笑。严总只是做事比较谨慎罢了。你不用为他解释了，我们都知道他早就想开除我了。
想想也真是憋屈。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要背这么大一口锅，倒还不如坐实了骂名以后再离开呢。我开玩笑的。那我先走了。金秘书，这个文献你帮我交给严总吧。好的，那我就先下班了，一起走吗？不了，严总出去之前要我整理一份文件，我还没弄完呢。好。不好意思啊，我改密码了。聂秘书，你怎么回来了？啊，我整理文件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份公司的财务报表，这个点财务部应该已经下班了，所以就想看看你这儿有没有备份，却忘记你已经改密码了。是吗？你进我的办公室开电脑，也是为了查资料。金秘书，你表现得很镇定，但是我需要告诉你的是，我的办公室刚装了摄像头。所以，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昨天，我拿到了旭辉交给恒记的策划案，然后我发现了一件事。这是什么？这一份是我们公司之前的策划书，而这一份是旭辉递交给廖总的策划书。我知道，虽然这一次我成功拿下了恒记的合同，但也不能证明我就不是那个商业间谍。所以我找廖总要来了旭辉的策划书，进行比对。结果呢？非常幸运，旭辉可能是太自信我们抓不到把柄，所以策划书没有任何的修改。但是，我们公司的策划书页码居中，而这一份页码偏右。这能证明什么？我一般的习惯是最后添加页码，所以当小偷看到这份策划书时，页码应该是空白的。于是他自作主张把页码添了上去，但是他忘了你喜欢对称。所以，经由我们总裁办经手的所有文件，页码都是居中的，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条件反射。只有刚入职不久的人，才会没有这个习惯。金秘书，旭辉地产为了顺利把你送入我们公司，确实按照严总的喜好培训了你，但是他们忘了，有些微小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更改的。至于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脑的密码，我们公司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文件需要第一秘书去复印的。还有，在我整理策划案的那天，我出去了一次，是为了帮你拿资料。所以，今天的一切都是你们俩合伙演的一出戏。
合伙也算不上。你来找我，就是来问我为什么没有帮你解释的事？不，我是想让你听听我的解释。我住的那套房子，是你失忆之前找人特意给我安排的，可能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吧。等我知道的时候，你已经失忆了，而且对聂秘书误会很深，所以我才想住进去，让你不戴有色眼镜重新认识我一遍。我没有想要故意骗你。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事儿？是。我每天起早贪黑的，我好不容易才拿下恒记的项目，你为什么一句都不肯为我解释呢？为什么？这件事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没必要替你解释。明，我现在就签，开除的理由随便你写。好，东西我先替你收着，但是你人不能走。所以你今天中午说的，不如坐实了骂名再离开，是故意的。我如果不这么说，你怎么能鼓起勇气再害我第二次呢？把证据和金秘书一起带走吧。你和你背后的旭辉地产，我一定会追究到底。行。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带您进入正片内容。你怎么知道我在例会上是在演戏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好了，可以回家了，正好顺路。不顺路。我们刚刚还联手抓了间谍呢，你这么过河拆桥不合适吧？倪秘书，你在工作上的能力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我决定重新任命你为我的首席秘书。真的？我向来都是公私分明的，所以你只能打车回家了。另外，我并没有原谅你骗我的事情。还有，你画的实在是太丑了，我帮你润色了一下，当做给你的奖励。这是什么？严景致，其实我只是想对你说，谢谢你能重新回到我身边，谢谢你5年来一直没有放弃我们，所以这一次，不管发生什么，换我来守护你。
底有没有看到纸条啊？擦干眼泪也不算太迟，只是一个过客。温度微凉那时，想起离别的歌，微笑记得保持。你爱他，你犹豫什么呢？爱你一次有何不可？再多不舍，但又能如何？干嘛？搞什么？成全你所有快乐，努力忘记关于你的日子，告别是爱你的唯一选择。再见。再见了。在梦醒时离开你的景致，你怎么来了？不是第2次忘记聂星辰的吗？你终于主动来问我了，想知道什么？所有的事情。告别是爱你的唯一选择。再见了。我将你和聂小姐说的话拼凑了一下，了解到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会忘记跟他有关的所有事情？这些天，我和英国的威廉博士一直在联系，他是当代研究脑神经科学的领军人物。目前我们已经有了大概的推断方向。所以呢？不好意思啊，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告诉你。韩子玉，我是病人，我有知情权吧？不确定的结果只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我是医生，我得为我说的话负责任。好，韩南医生，你好好专注你的研究，早日找出我的病因，辛苦你了。走了。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哎，对了，你说你主动来找我了解以前的事，是不是证明你重新爱上了他？你想多了，我只是工作上的事情告一段落，现在有时间处理自己生活上遗留的问题。韩大医生，你能不能专注自己的研究，别那么八卦。口是心非吧，你就。走。我有事情要宣布。从今天起，聂秘书将正式恢复首席秘书的职位。耶！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谢谢你，想死你了！欢迎回来！来来来，终于回来了，可算回来了！真的，你回来啊，高兴死我们了。星辰姐，这是市场部选择的几家旅游营销公司，他们希望严总选择一家进行合作。这不行，严总要看的不是他们的核心理念和一些优秀的案例，而是要看各公司之间差异化特点以及对我们旅游区的基本想法，让他们重新做一份对比报告吧。好的。星辰，
那个金海大学要求严总呢去做一个讲座，时间是17号。演讲的主题呢可以用我们来定。17号好像有一个商务座谈会吧？是。这样，你先别着急回绝，说不定严总会更想给学生们上课呢。我知道了。聂秘书，过来。哎呀，聂秘书啊，这你回来真是太好了。你看，这办公室变得井然有序了。你不在这段时间呢，全靠我了。这帮猴崽子没一个省心的，累死我了。那我得多给您买点枸杞茶了。这可是你说的。听说那个金秘书让警察给抓走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嘛。报应，这就叫那个多行不义。多行不义必自毙。就是那个必。那我去忙了。星辰姐，我有一个亲戚从国外带回来的巧克力送给你。哟，我们怎么没有啊？是啊，哎，孙杨，这男生送女生巧克力，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啊？就是有意思。就是啊，有意思啊。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是想恭喜星辰姐恢复体力。看你脸红什么？我没有。你看你耳朵都红了。我没有，全身都在红。好了，你们别说他了，谢谢你啊，孙杨。巧克力大家一起吃。请进。严总，需要紧急处理的我放在红色的文件夹，其余的按照文件的紧急程度，分别是黄色、蓝色和白色。另外，17号金海大学想邀请您去一个讲座，但是和商务座谈会的时间有冲突，您看您想选哪一个？你觉得呢？金海大学是本地最好的学校，再加上过几个月就是求职高峰期。借此机会，您可以和学校签订人才输送协议，提前网罗优秀的人才。照你说的办吧。好，那我去安排了。这个时间你来干嘛呀？找严总吗？我找他干嘛呀？找你来的。我们聂秘书啊，真是闷声做大事啊，不声不响的就把金贝娜给 KO 了，真是长我的脸。你是没看见啊？那个宣传部的刘总啊，脸都黑了。他黑什么脸？我还能给他穿小鞋吗？他昨天刚把你得罪完了，你今天就官复原职，那随便拖一拖他们办公室的策划，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吗？可惜了，你不是那种人。知道就好，起来，工作呢。哎呀，怎么，你又把他重新搞定了？还没。哦，俗话说得好啊，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想不想验证一下这句话的正确性啊？公司呢？别闹啊！看着呢。男人最了解男人，开心一点儿，他已经知足了。赵总，哎呦啊，严总您在呢？我听说聂秘书官复原职，我过来恭喜他。现在是工作时间。啊，好，我这就走。哦，对了，那天严总戏不错，可以考虑往娱乐圈发展一下。星辰，走了。严总，有什么事吗？没事就不能出来看一眼吗？幸亏我出来了。幼稚。我想去学唱歌，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的。嘿，毕竟这也是您的爱好嘛。哎，现在韩医生退休了。
童心，没事吧？没事。这个就当今日份的脱敏治疗了。谢谢。你好，我是韩医生的粉丝。啊，你好，小姑娘，我是韩医生的爸爸。您好，您好。爸爸。嘿。爸，还不吃吗？再等等。等什么呀？等等。我来晚了。妈，您怎么来了？阿姨好。哎呦，哎呀，快坐快坐，姑娘。哎，小姑娘，你多大呀？你是哪儿人啊？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父母是做什么的？阿姨好，阿姨，我叫童心，我是95年的，是本地人。我的工作是……啊，这些都不重要，不重要。你真的跟我们家子玉在谈恋爱呀？啊，医院都传遍了，那还有假？哎呀，姑娘真好，多亏有你，我还一直以为我儿子心里有问题呢。妈，欣欣啊，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啊，结婚？猪宝宝嘛，肯定是来不及了。米老鼠也不错，你们觉得呢？妈，你吓到人家了。我们只是在谈恋爱呢，还没到结婚那一步。不结婚嫌耍流氓啊？老韩，子玉啊，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耍流氓是要受惩罚的。不，叔叔阿姨，是我自己觉得年纪还小，不着急结婚。哎呀，欣欣啊，这谈恋爱嘛，谈个1年半载就好了。这结婚以后啊，可以继续谈恋爱啊。你要找到我们家子玉啊，那可是3好男人，你呀，一定要抓牢了啊！我知道，阿姨，在我心里没有比韩医生更优秀的人了，我是他的头号粉丝。怎么还叫韩医生啊？啊？哦，子玉。哎呀，你看，这就对了嘛。妈，我们都还没吃饭呢。哎呦，对，欣欣啊，你是不是饿了？来，你喜欢吃什么？阿姨给你加。哎呀，你看你，欣欣还没吃呢。欣欣，你来，要多吃肉啊！谢谢阿姨。来，多吃点肉，看你瘦的。谢谢阿姨。多吃啊！来，多吃点啊！多吃。哎。周总，您来了。哦，甄倩呢？她在化妆间。谢谢啊。说好了那个角色是定我的，我为此推了那么多项目，练了3个月拳击，现在连到开机，你告诉我被人给顶了。念念，你私下跟严总解约的事情造成的影响比你想象中大多了。本来以为我在娱乐圈闯了这么多年，90%靠的是我的努力，10%靠的是严景之。现在看来，是我误会了。想想真可笑。好啦，你也别泄气，我会帮你争取更好的项目的。我想静一静。
那我先出去了。甄小姐，我又来了。赵总不知道敲门是一种基本礼貌吗？门开着，我就进来了。我就是想提醒甄小姐，该拍宣传照了。赵总日理万机，竟然还有时间来盯着一个小小的宣传片，真是敬业啊！我也不想啊，可是请的主角不靠谱，我也不想天天在这儿盯着，我也烦。那请你出去一下，我要换衣服。你又要干什么？摄像头。报警吧。有什么事吗？我是想问你，要不要一起喝点？进来吧。你在看我们5年前的东西啊？我想看看能不能回忆起点什么。那有熟悉的感觉吗？没有。游来游去，忽远忽近，予取予求，半信半疑，莫名不安和恐惧。东西是死的，当然没感觉。毕恭毕敬，摆一摆手，不离不弃，尝试我有办法。什么办法？眺望你眼中明丽的风景，蓝色里透着淡有感觉吗？好走。还有都可以，如此随心所欲，游刃有余。刚才时间不够，再来。我们还要不要拥抱彼此？用曾经最熟悉的，而现在不愿的方式，努力放逐一个回忆，放肆，让风停了，心跳再续。今天的事，谢谢你啊。这次是安保没注意，才让外人混了进来，还安了摄像头。不过这都是投资方该做的，不用说谢谢。行，再见。哎，就走了？不然呢？作为投资人是不用说谢谢，但是作为朋友，不得表示表示吗？你想怎么表示？别的不说，饭总得请一顿吧。赵总，有人跟你说过你这种约饭方式很老套吗？刚刚就有一位美女跟我说了，所以管用吗，美女？跟
我约饭要提前预约的。我现在就约。那你等着吧。打电话，给我打电话。哎，哎。元气满满的一天。走。黄主任，怎么了？好，我知道了。旅游区施工地起火了。小心，这边还有一个人。严总，严总，姐姐，星辰，星辰，星辰，倪秘书，倪秘书，来人呐！救人呐！来人！等一下，快！小心啊！快说！来，快来！哎，小心啊！不能，小心啊！哎，星辰，星辰，你先冷静下来。这边有我，你没事吧？我没事，别让他有事。放心。严总，我是远达赵总的秘书，我姓聂，欢迎来金海。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一直问这样的问题，你到底想得到什么样的答案？我只想知道我逝去的那段记忆里是不是有你。我的记忆没有你。
绘声绘色，毕恭毕敬，百依百顺，不离不弃。以前我从来不相信命运，但直到命运让我们再次相见，我才觉得生命中有很多事情冥冥之中就是注定的。我们已经错过了5年，我不想再等了。如此随心所欲，游刃有余。我们该不该相信彼此，保留最后一份当初最真挚的样子，初遇时的相似。星辰，听到我说话吗？你醒了，等一下我去叫医生。星辰，你没事吧？你是谁啊？你不记得我了？子玉，快看看他怎么样，他刚醒过来了。没事。他刚有说什么吗？他刚才不记得我了。啊，不用担心，他是因为轻微脑震荡引起的暂时性的记忆障碍，等他睡醒就好了。原来被人忘记是这种感觉。景致，我找到你失忆的原因了。我跟中外很多医生一起探讨过你的问题，威廉医生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你很有可能是因情志受损而引发的失忆症。人都有七情，而活动异常的情志会给你的神经带来失调。爱情对你来说，就是生理上的精神刺激。所以，每当你陶醉在一段爱情中，就会引发失忆，从而忘记这一段记忆。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会一次又一次的忘记我爱的女人？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但就好比一台超负荷的电脑，它会因为过热而导致关机或者重启，而原本运行的文件也会损毁或丢失。那有没有相似的案例？哦，有过一个新闻，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大脑受损，每2个小时就会重置一次记忆。人的大脑是复杂的，至于你为什么受爱情的刺激，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去考证一下。有新的进展记得告诉我。爱你。这位小姐，请你自重。如果你能恢复记忆的话，那你一定会后悔的。谢谢。
星辰，星辰！严景之，谢谢你5年来一直没有放弃我，所以这一次，不管发生什么，换我来守护你。哎，醒了？韩医生，感觉怎么样？严景之呢？看来你不存在意识障碍后遗症了。还有哪里不舒服吗？他什么时候走的？有没有说什么话？我是来帮你治病的，不负责回答你的这些问题。眩晕、恶心、嗜睡，这些症状你有吗？有点犯困。不用担心，这都是脑震荡正常的状况。如果过2天没事的话，就可以出院了。到时候会有医生来帮你换药。好，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景致昨天送你来医院以后就走了。走了？那他有留下什么话吗？没有。不可能啊！我昨天晕倒之前明明感觉他很担心我，他一直抱着我。眩晕、幻觉，这些都是颅脑外伤引起的正常状况。你不要多想，你现在需要静养。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带您进入正片内容。星辰姐，欣欣，我可以进来吗？可以。哎呦，王主任，你们怎么来了？哎呦，我的小公举啊！哎呀呀呀！哎呀，星辰姐，我们来看看你。哎呀，早上听老板说你受伤了，我们俩代表这个总裁办来慰问一下，怎么样？伤得严重吗？没事儿，就有点皮外伤吧。还好没伤到脸，不然老板出多少钱都赔不起我们星辰姐的美貌。严总，他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哦，老板说呀，你算是工伤，可以多休息一阵子，而且是带薪休假。你看看，关键时刻就能看出来，这老板多重视你啊！那星辰姐，你好好休息啊！我有个朋友也在这家医院，我去看看他。你这熊孩子，你看谁来了？星辰姐得休息嘛。对，那个我也不打扰你休息了，我也得回公司了，公司好多事儿呢。那行，谢谢你们俩今天来看我，我过2天就回去上班。好。好什么好啊？不着急，多休息休息。带薪休假，
可不是谁都有这待遇的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那个，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好，谢谢你们。好，星辰姐，那你好好休息啊！好好好，你们快去吧。走了，好好休息。嗯，好好休息啊。好。难道真的是我的幻觉吗？你是在逃避我吗？具体是……这边还是有点问题。等化验报告出来再说吧。这个时间你怎么来了？我来探望同事，顺便给你和韩爸爸带了寿司。你们已经见过韩院长了？吃过一次便饭。子月，你今天下午是休班对吧？对啊，但是我跟小乔约了下午去看展。幸亏我来得及时，差点让韩医生羊入虎口。其实重点也不是看展，重点是看我们师姐，她刚从美国回来。师姐啊，不过韩阿姨约了我吃饭，你不陪我们一起吗？我妈？你找个理由推掉吧。啊，可是我已经答应她了，而且你要是不帮我的话，万一穿帮了，你岂不是更麻烦？小乔，下午的医疗展我可能去不了了。没事，你也是难得有时间能陪陪阿姨。那我先去忙了。不好意思啊。你今天有点不太一样啊。那是当然了，我现在好歹也是见过家长、名正言顺的女朋友了。我妈那是太兴奋了，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那可不行，韩阿姨这么喜欢我，我可不能辜负她的期望。我是说，我跟阿姨说了，我是你的头号粉丝嘛。来，你洗手了对不对？来，坐下，尝一尝我给你带的寿司。严总，此次事故呢，算聂秘书在内，共有13人受伤，目前都在京海医院治疗。人事部呢，已经代表公司去探望了，赔偿和补贴都已经落实了。公关部那边已经成立了网络应急处理小组，主要关注各大网站的最新相关动态。对于网络投诉，会统一说辞后再对外做出解释和回复。事故调查报告呢，已经出来了，来，您看一下。严总，您看一下。听说受伤的人都安排探望了啊，其他人呢是人事部探望的，聂秘书那边呢是我和童心去看的。聂秘书怎么样了？医生说是轻微脑震荡，外加皮外伤。我呢还担心女孩子爱美，别破了相什么的。但是，一看聂秘书状态不错，我也就放心了。事故报告写得不错。怎么了？聂星辰不见了。出什么大事了？严总居然没有交代完工作就走了。明明就很关心我，还假装不关心。哼！你帮我查一下青海医院附近所有的监控室，帮我找一个人。你别问那么多了，你先联系一下怎么查，好吗？严景之，不用了，找到了。严总怎么来了呀？哎，要不一起喝个下午茶，看个电影？聂秘书什么时候也会这种狼来了的把戏？当然是跟你学的呀。你怎么知道狼来了？你想起来了？小学课本里的故事，
公司还有事，我先走了。你还没说你为什么来呢？你是因为我才受伤住院的，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对你负责。好，那你打算怎么负责？我会找人送来一张支票，价格随便你填。那我要是开一个你付不起的天价呢？你最好考虑清楚再告诉我。好，那我上天台，我好好的考虑清楚。哎呦，我的天！哎，聂星辰，你别乱跑！你，聂星辰，严总还有事吗？跟我回病房。这里不是公司，我没有必要听你的吧？病人就要回病房。你放开我！你听我的！你凭什么管我？你放开我！今天我走。你怎么了？我的脚，我的头。啊？哎！怎么样？他刚才撞到了脑袋，要不要拍个片子？你以为脑袋是玻璃啊？随便碰一下就碎了？没事的啊，睡一觉就好了。哎，等一下，他刚才好像还扭到了脚。朋友，我是脑科大夫，我又不是骨科大夫。那就找个骨科医生来啊。你以为这是你家的公司啊？谁都像我一样随叫随到的。他有过扭伤的病史，或者习惯性的崴脚吗？没有，算是这次应该是第3次了吧。啊，我先去开药了。你恢复记忆了？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我脚扭伤过3次？恢复了。你想起多少？回国以后，遇见你之后发生的事情。你终于想起我来了。你这么开心吗？我当然开心啊！虽然还没有想起5年以前的事，但以后我们还有很多个5年去弥补，这样就够了。那如果我一次又一次的忘记你呢？爱情失忆症，受到情感刺激引发的失忆症，很可笑吧？我可能随时都会忘记跟你的一切，一次又一次。没关系，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可以去看世界各地的医院，一定会有治疗的方法的。子玉已经了解过了，没有相似的病例。所以你是一直在隐瞒你恢复记忆的事？我不想让你再经历一次失望。那你就能单方面的放弃我们的感情了吗？我不希望你一直被我伤害。如果再继续下去，也只是对我们感情的消耗。这一份感情也有我的一份，你没有权利替我做决定。我知道你一时没有办法接受，等你冷静下来，你会想明白，这个决定对我们彼此都好。那是你自以为是的好。星辰，不要感情用事。
冷静一段时间，冷静下来我们再谈。洒脱成全你所有快乐，努力忘记关于你的日子，告别是爱你的唯一选择。再见了。聂星辰就是那种我最害怕的女人，又有脑子又有行动力。我看啊，她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你的。与其将来再让她痛苦一次，不如就此放手。她还有幸福的机会。她现在已经知道了你的病情，如果她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呢？我不想消耗她的人生，我希望她回忆起我们的感情。更多的还是美好。子月，找了你半天了。这位是啊，严景致，这位是我的同事白小乔。是我是同事有点太冷漠了吧？补充说明，大学同学。绯闻女友？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完了，这我要是嫁不出去了，可要你负责。白医生。我还有一些话要跟子玉单独聊聊。那就不打扰你们了，办公室等你。韩子玉，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你是有女朋友的人。你说童心？我可不希望我的秘书因为感情问题影响到工作。这句话对你和聂秘书同样适用。兄弟共勉之，再会。我可能随时忘记跟你的一切，一次又一次。如果再继续下去，也只是对我们感情的消耗。哎，星辰姐，我又来看你了。怎么样？就你一个人来的？对啊，黄主任今天忙翻了，实在是出不来。吃橘子吗？谢谢。对了，星辰姐，那个，你的主治医生一般是什么时间会来查房呀？你说韩医生啊？他好像每天挺忙的，来的时间也不是很固定。哦，聂小姐，韩医生，童心。哦，你是来看你同事的吧？对，我是来看同事的。聂小姐，如果脚还疼的话，喷这个可以缓解一下。好，谢谢韩医生。那我先去忙了。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医生吧？星辰姐，你会不会也觉得韩医生很优秀？我有一点自不量力呀。在爱情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我觉得你也不能老以一种粉丝的心态仰望着他。你应该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男人来对待，这样你们之间才有机会继续发展。我现在已经从小粉丝晋级成见过父母的假女友了。星辰姐，你千万别笑话我，我自己之前也没有意识到我喜欢他，我只是单纯的想帮他解决麻烦而已，谁知道现在就
骑虎难下了。我要是你，我直接跟他表白，不管结果如何，至少他能知道我真正的心意。直接表白？那万一他要是拒绝了我，我是不是连待在他身边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他身边没有喜欢的人，那就继续坚持吧。我相信坚持是有魔力的。不过，如果他身边有他喜欢的人了，那我建议你及时止损，放弃他，去寻找那个爱你的人吧。纸质相片才有收藏价值。等我们老了以后，我们可以一起翻看我们的照片，该有多浪漫！这熊就跟聂秘书一样，屡次挑战我的尊严，但最后赢的只有我。学会了依靠，学会了去爱，无时无刻。你没事吧？反正我也睡不着，如果你想找个人聊聊的话，我可以陪你。你看，这是我男朋友。你们俩很般配啊。我们计划去德国读博士，可是谁知道，我查出了胃癌。我不知道要跟癌症斗争多久，也许5年、10年。我甚至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
所以你想跟他分开？与其这么痛苦的结束，我不想成为他的拖累，我也不想影响他的前程。姐姐，你告诉我，我这样做是对的。抱歉，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不过，如果换作是我，只要我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只要他还愿意陪我一起去面对，我就不会轻易放弃这段感情。大家早上好。星辰姐，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上班了？没事了，满血复活了。哎呦喂，赶紧让我看我的小公主啊，我的大救星啊，立刻回来了。哎呀，好了好了，不是黄主任，你今儿怎么这么憔悴啊？别提了，老板出差了，我得替老板管这个家呀，累死我了。出差了啊，跟赵总走的。哎，恢复的怎么样了？对不起，对不起，星辰姐，黄主任，对不起，我迟到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再迟到的话，再有一次，我就狠狠的。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星辰姐，刚出院的礼物后补啊，谢谢。哎，跟哥哥抱抱吧。耶！谢谢你们，一大早就让我这么感动。哎，我说我们的小童星啊，今天穿得很淑女啊。今天生日嘛，我想有一个新的开始。哟呵，新的开始，我提议一下，咱们今天晚上给我最疼爱的这个大脑袋办一个生日晚宴，怎么样？好啊！不用不用，我是说我们改天。今天晚上我想跟男朋友一起庆祝。真是的，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哎呀，对不起啊！哎呀，不该我们过生日。不是这样的，哎，我明天一定请你们吃饭嘛。哎，你的文件给我没有？给你了，自己找找。给我加油！明天啊，谢谢。这个给你了。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幼稚，到底要躲我到什么时候？唉，喂，妈。仙仙，你在工作吗？说话方不方便？方便，你说吧。啊，是这样，你还记得妈妈的那个高中同学崔阿姨吗？怎么了？我们昨天呢同学聚会，我才知道她有一个侄子也在京海工作，好像是搞什么的研发工程师，反正是一个高学历人才。妈妈觉得吧，你们可以认识一下。妈，我说多少遍了，你不要再给我乱安排相亲了，我真的没有这个打算。那你准备多大岁数再打算啊？
哎，对了，你那个公司的老板还在追你吗？妈，你怎么又说我们老板了？哎，妈，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当不成恋人，当个朋友也是蛮好的啊。哎，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不许反悔啊！不会，我的幸福说不定就靠他。好，好，好，妈妈这就给你约啊。我忙了。好，你先忙吧。我们是在玩什么谁先说话就输的游戏是吗？你这种智商，基本已经告别他们桌了。两个大男人吃饭不说话很奇怪啊。我跟你没话说。你突然出来跟我出差，是为了夺我家星辰吧？你想多了，我纯粹就是不放心你。哼。方便语音吗？星辰，让哥哥看看破没破相。好着呢，乱说。哎，我跟你说啊，我就是要去相亲了，跟你说一声。相亲？哈哈哈哈！等会儿啊，我这儿光不好。哎，这儿也不行。哎，这儿光不错。相亲？你妈又给你安排了？说是 IT 界的高级工程师，约了一下，应该后天见面吧。后天啊，后天是七夕啊，不错嘛。往年都是我陪你过，今年有新人了。今年可算换人了。哎呀，我准备先见面看看，如果感觉不错的话，也是可以发展的。你说的对，记忆力差的人啊就该扔掉，留在自己身边也是定时炸弹。严景之走了，你的目的达到了。谢谢你啊，元芳。没事儿，放心吧，我帮你盯着他。过来吧，我吃饭了。